11日，北京亦莊的馬拉松賽道上沒有人類選手的身影，卻比任何一場馬拉松都熱鬧。數百台人形機器人整齊列隊，隨着測試指令發出，紛紛邁開步伐奔跑。燈光下的身影連貫又穩健，看得現場觀眾頻頻驚呼。誰也沒想到，僅僅1年時間，這些機器人就像被按下了快進鍵，和去年那批搖搖晃晃、動輒掉鏈子的模樣判若兩極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4月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，北京亦莊的賽道上格外熱鬧，70多支隊伍、數百台機器人齊聚一堂，參加2026北京亦莊人形機器人半程馬拉松的全流程、全要素測試。這場夜間大考不僅是對4月19日正賽的預演，更直觀展現了過去1年人形機器人的進化速度。對此，小編只能用飛快2個字形容。去年還在蹣跚學步、頻繁掉隊的機器人，今年已經能穩定奔跑，速度直追人類。不少細節的進步，讓人直呼科技迭代太快。先看最直觀的規模變化，去年首屆比賽參賽隊伍只有20支，最終完賽的更是寥寥無幾，僅6支隊伍成功跑完全程。而今年光是參加測試的隊伍就有70餘支，正式參賽規模更是突破100支，隊伍數量直接翻了近5倍。除此之外，參賽主體也更多元，除了中國的企業，還有德國、巴西、葡萄牙、法國等4支國際賽隊加入，直接把賽事拉到國際化水平。而高校參與熱情更是高漲，清華、北航等20所高校組隊參賽，數量是去年的10倍。從少數人試水變成全民參與，足見這項賽事的影響力和技術普及度。再看機器人本身的硬件進化，對比去年堪稱脫胎換骨。去年參賽的機器人不少體型偏小，還有超小迷你機器人湊數，穩定性差，步態僵硬，跑起來搖搖晃晃。像剛學會走路的孩子，稍遇顛簸就容易摔倒。今年比賽就明確規定，機器人身高不得低於75厘米，直接淘汰了迷你機型。大多數參賽機器人身高和成年人相仿，體型更均勻，結構更穩固，尤其是速度提升，堪稱顛覆性突破。去年冠軍天宮機器人極限速度僅12公里每小時，全程配速只有7到8公里每小時，跑完21.0975公里用了2小時40分42秒。而今年不少機器人極限速度直接飆升到10米每秒，相當於36公里每小時，遠超去年冠軍水平。比如杭州 Y 隊的宇樹 H1 機器人，去年在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上400米、1500米奪金，速度5米每秒，而今年極限速度直接翻倍到10米每秒，衝刺能力直逼人類運動員。就連遙控組機器人速度也從去年的1到2米每秒提升到今年的3到4米每秒，自主組機器人更是普遍達到5到8米每秒，奔跑起來步伐緊湊，節奏穩定，不再是去年那種拖沓卡頓的狀態。步態和穩定性的進步同樣肉眼可見。去年機器人跑步步姿生硬，雙腳落地沉重，關節轉動不靈活，遇到小石子、小坑洼容易失衡，甚至出現頭部脫落、機身摔倒的情況。而今年的測試中，機器人步姿明顯更趨近人類，雙腿擺動自然，落地輕盈，關節協調性大幅提升。即便是在南海子公園的90度急彎路段，去年機器人大多只能減速慢行，小心翼翼轉彎。今年不少機器人能保持較快速度平穩過彎，複雜路況適應能力顯著增強。對此，有觀眾現場感嘆，今年機器人跑步腿部動作流暢連貫，再也不是去年那種機械感十足的樣子了。當然，智能化水平的躍進才是今年的最大亮點。去年比賽，多數機器人依賴遙控操作，自主決策能力弱，遇到障礙只能停下等待人工干預。天宮機器人也只是半自主運行，部分路段需要人工輔助。而今年，天宮機器人直接邁入全自主時代，完全依靠自身傳感器識別道路障礙，自主規劃路線，實時調整步態，全程無需人工干預。硬件上，天宮機器人全面升級關節系統，扭矩、轉速、散熱能力大幅提高，解決了去年長時間奔跑發熱、動力衰減的問題。續航和補給也有突破，去年機器人跑一段就得斷電更換電池，耗時久，效率低。今年實現站立換電，
換電速度大幅提升，不用停機等待，直接保障連續奔跑能力。除了參賽機器人，此次賽事的配套也得到了全面升級。今年有50多台服務機器人組成後勤團，機器狗當配速員，清掃機器人清理賽道，餐飲機器人提供補給，啦啦隊機器人現場助威，覆蓋9大類服務場景。去年只有基礎的人工保障，今年直接實現機器人服務機器人，從單一競賽變成綜合技術演練。新增的機器人勇士挑戰賽還專門設置了應急救援、複雜地形通過等實用賽項，推動技術從賽場炫技走向現實應用。當然，今年機器人也並非完美無缺，複雜路況下，部分機器人仍會出現步態偏差、速度波動，極寒或高溫環境下，續航和穩定性還會受影響。但對比去年故障頻發、頻繁退賽的狀況，今年已經實現質的飛躍。從蹣跚學步到穩健奔跑，從遙控操控到全自主運行，從少數參與到全球競技，北京亦莊人形機器人半程馬拉松僅用1年時間就見證了人形機器人的跨越式進化。4月19日正式比賽，這些進化後的機器人將同台競技，屆時速度、穩定性、智能化的比拼會更激烈。按照這個進化速度，或許不用太久，機器人就能實現與人類混跑，甚至在速度上超越人類。畢竟今年已有機器人極限速度達10米每秒，距離突破100米10秒大關，超越博爾特的目標已經越來越近了。那問題就來了，同樣是做機器人，為什麼中國能在短短1年裡實現跨越式進步，甚至甩開不少國家一大截？其實沒什麼神奇操作，說穿了就是敢砸錢、能落地、善總結，這3點湊在一起，想不快都難。首先就是政策給足底氣，真金白銀往裡面砸，別以為機器人進化全靠企業自己拼，國家和地方的支持就是最堅實的後盾。北京石景山早在2024年底就發布了人形機器人產業支持辦法，只要是圍繞機器人、大腦、小腦、肢體等關鍵技術研發的項目，最高能拿到500萬元的資金補助，相當於給企業吃了顆定心丸。亦莊開發區更豪氣，2025年8月就明確，每年投入不少於2億元支持具身智能機器人發展，從技術攻關到平台建設，全方位保駕護航。這種政策支持不是喊口號，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保障閉環，企業不用再擔心研發投入打水漂，自然敢放手搞創新、砸技術。其次是數據積累夠扎實，機器人越練越聰明，機器人進化離不開海量數據的訓練。就像人類學走路，得反覆練習才能熟練。北京已經在海淀、亦莊、石景山等地建成了超1.8萬平方米的機器人訓練場和數據採集基地，每年採集的高質量數據就有數十萬小時。這些數據可不是沒用的數字，而是機器人的學習資料。從跑步步態到障礙躲避，從急彎通過到續航優化，每一次測試、每一次失誤都會變成數據，用來優化算法、完善硬件。202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出貨量1.7萬台，中國企業就占了1.4萬台。這麼大的產業規模，能積累的實戰數據，其他國家根本比不了。再者，步高紙上談兵，賽場就是最好的試煉場。很多國家的機器人只停留在實驗室裡炫技，而中國不一樣，直接把機器人拉到真實場景裡打怪升級。北京亦莊的人形機器人半馬就是最直接的試煉平台。去年比賽中，機器人暴露的關節發熱、續航不足、轉彎困難等問題，企業回去後立刻針對性改進。今年賽道升級90度急彎，各隊伍就專門訓練複雜路況應對能力。這種比賽暴露問題、技術快速迭代的模式，讓機器人的進步看得見、摸得着，不用等幾年才更新一次，而是月月有提升，年年有飛躍。還有一點，企業和高校齊發力，人才和技術雙在線。一方面，玉樹科技、北京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等企業在關節、電池、算法等核心領域持續攻堅，解決了機器人奔跑發熱、動力不足等痛點。另一方面，清華、北航等20所高校組隊參賽，數量是去年的10倍，源源不斷為行業輸送人才。企業搞技術落地，高校做人才儲備，兩者配合默契，形成了良性循環。不像有些國家，技術和人才脫節，實驗室裡的成果難以轉化，機器人自然進化緩慢。
當然了，中國機器人進化快，也離不開內卷的力量。國際企業競爭激烈，你推出速度5米每秒的機器人，我就研發10米每秒的；你實現半自主運行，我就突破全自主導航。這種良性內卷也倒逼企業不斷提升技術，不敢有絲毫懈怠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